在这个连子弹都造不明白的落后年代，你却有着5代隐身战机的全套图纸。而此时的龙国刚刚成立，你作为龙国重点培育对象，竟主动放弃复苏深造的仅有名额，反手选择了一个废弃的兵工小作坊，只因你不愿看到龙国再受洋人欺负，毕生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的祖国超越西方。不过遗憾的是，直到你上一世离世的那一刻，国内的尖端芯片、尖端机床等技术依然被国外卡着脖子。你重生一世刚来到厂区，得知新款制式步枪的试验又失败的消息，心都在滴血。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关键机床设备精度差，镀铬工艺不完善。前线战士们打仗，子弹打光了，战友递过来的子弹很可能根本塞不进他的枪膛。作为重生者，你当然明白子弹口径不统一的危害。当日是6.5毫米38步枪，子弹打完的时候，旁边的战友递来的却是德式7.62毫米的子弹，没有弹药补充，你手中的38步枪立刻成了烧火棍，拿着烧火棍和敌人血拼，简直与送死无异。没有制式步枪，后勤压力就会很大，需要同时生产10几种不同的子弹，而子弹口径又不通用，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也会变相的减弱士兵战斗力。你当即通知厂区全员开会。当你精神抖擞地打开厂区会议室大门，魏建国和赵学军已经坐在里面了。环顾空荡荡的屋子里就这俩人，最后才得知这小厂子拢共就他们俩算是懂点技术的。你落座以后神色一正，军工署那边给咱们厂下发了一个新任务，因为咱们厂的子弹合格率只有50%，上头要求我们本月制造的这批子弹合格率必须提高到70%以上。此言一出，魏建国和赵学军两人神情一致，露出为难的神情，表示要设备没设备，工人手艺又差，70%的合格率根本做不到。你也觉得难，所以你要了个相对简单的任务，那就是造咱们国家的第一把制式步枪。魏建国当场神情呆滞，仿佛被死定在原地。厂长，您没开玩笑吧？您昨天可都看到了，咱们厂的设备都快老掉牙了，别说造步枪，就是修都不见得能修好。他现在的心情堪比奔波尔爸被派去干翻唐僧师徒，而你直接靠向椅背，淡淡扫了两人一眼，谁说咱没有趁手的设备？刚刚仓库里不就摆着一个吗？两人瞬间听懵了。猛然间，魏建国反应过来，知道你说的是普鲁士国产的那台铣床，但是那台铣床是坏的，根本没法用了。你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修好不就行了？两人眼珠子瞪得溜圆，仿佛听见天方夜谭。魏建国彻底急眼，厂长，您是高材生不假，但得务实啊！您才刚上任1天，又要造步枪，又要修铣床，想法太天真了。为了修它，连第5研究院的前副院长都惊动，前后来几10个专家，修了10几次，无一例外全失败。您想修好，怕是白日做梦。然而你只是轻松一笑，修铣床的事我自己来就行，你们只管准备基础材料。紧接着你从口袋掏出一份清单，直接拍在桌上。眼见你非要死磕，不撞南墙不死心，他们也懒得再劝。两人无奈接过清单，一步3回头的离开会议室。随后短10多分钟过去，两人就把工具和材料悉数送达。你检查无误后，直奔仓库，开始对那台 FNND 铣床进行全面检修。靠着脑海中系统的顶级知识储备，你一眼就锁定了真正的故障死穴。于是你迅速自制简易工具，直接启动厂里精度最高的机床，徒手造出相关部件。转眼间就到了大中午，魏建国和赵学军端着饭盒晃晃悠悠走进仓库。刚一进门，只见你满脸油污的站在 FNND 铣床旁。正好这铣床我已经搞定，你们随便拿几个部件过来试精度。话音刚落，你直接按下车床的绿色启动按钮，啪嗒一声，清脆的继电器吸合声瞬间击穿空气，下一秒低沉有力的机械轰鸣声骤然爆发，整台机器开始剧烈震颤，常年积攒的灰尘速速剥落。控制面板上代表系统自检通过的绿色指示灯整齐亮起，这台废铁居然真的复活。此时的魏建国和赵学军彻底看傻，脑瓜子嗡嗡作响，我靠，居然真的运转如飞。前副院长带着几10个专家都修不好的天检开局，硬生生被你强行破局。赶紧去拿几个规整的待加工金属部件来试精度。赵学军如梦初醒般拔腿就往厂房跑，紧接着几块金属部件就被递到你手里。你一边启动机器测试，一边随口科普，这可是普鲁士莱茵金属制造的顶级货，定位精度高达正负0.008毫米，要是精度没问题，用它造制式步枪简直轻而易举。锋利的合金铣刀瞬间接触金属，刺辣的尖锐摩擦声响彻车间，银亮的金属切屑如同丝带般卷曲坠落。仅几分钟后，一个光滑如镜的金属块赫然诞生。两人如获至宝般接过金属部件，那极致的光滑度和绝佳的平整度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就在10几分钟前，他们俩还在门口疯狂嚼舌根，认定新厂长纯粹是浪费时间。然而此刻两人只觉得脸颊火辣辣的生疼，打脸来的简直猝不及防。谁能想到刚上任半天的新厂长竟然真的徒手修好普鲁士万能铣床，这下他们是打心底里彻底服气。紧接着你下达死命令，赶紧喊人把铣床抬到新厂房，下午咱们直接造步枪。赵学军瞬间满脸错愕，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风风火火的领导，上午刚把废铁修成万能铣床，下午竟然直接就要投产造枪，这进度简直像赶着投胎一样。紧接着你快速布置下一步任务，给他们列了一个物资清单，让他们立刻去召集厂里手艺最顶尖的几个工人，带上所需的工具和材料，随时待命。不一会，赵学军和10几个顶尖老师傅来到刚修好的万能铣床前。就在众人一头雾水时，你当场开课，要带他们手搓制式步枪的生产设备。可造什么枪却让你犯了难，一边是50-60半自动，结构简单省子弹，精度极高，简直是为底子薄弱的建
国初期量身打造，另一边则是仿制 AK 的56式冲锋枪，近战火力极其变态，哪怕枪管灌满泥沙也能照打无误。偏偏对机油和后勤要求极高，你沉思片刻直接拍板，小孩子才做选择，2把枪全都要造出来。紧接着你果断将工人兵分2路，万能铣床硬核死磕高精度的机针，普通机床大批量搞定枪托护目。伴随着车间的轰鸣，仅几天时间，第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竟然真的横空出世，这下全场工人都看傻眼，谁敢信这么个破烂小厂真能被你带着造出制式步枪？你二话不说，立刻让试枪员赵学军拿去靶场测试。赵学军刚一上手，就被那完美的配重和触感彻底惊艳。上膛，瞄准，击发，紧接着3声清脆的枪响划破长空，子弹发正中靶心。赵学军激动的浑身发抖，死抱着枪爱不释手，直呼这玩意绝对比小鬼子的38大概强出100倍。此时他在看向你，眼神里已经满是狂热的崇拜。52厂那种万人大厂都束手无策的顶级兵器，居然真被这个大学生搞定了。作为老军工人，他心里门清，一旦这把神枪开始量产，解放军的战斗力绝对能直接飙升一个维度。紧接着眼馋的工人们纷纷苦求试枪，为了彻底摸清步枪的稳定性，你大手一挥，直接劈出50发子弹进行连射测试。靶场上再次枪声大作，谁知就在第2名工人刚扣下扳机时，意外发生了，清脆的枪声戛然而止，步枪竟然死卡壳。你眉头紧锁，猛地冲上前仔细排查，万没想到根本不是枪支的设计缺陷，问题竟然出在劣质的子弹上。这下你彻底改变策略，果断将步枪送往军工署报批。随后你转头就给刚闲下来的一组工人下达一个极其疯狂的全新任务，从现在起全面生产新式子弹。与此同时，远在省城的东北军工总署会议室内，气氛却极为严肃。统辖东北6省军工的一把手赵立勤正目光冷峻地环视着台下众官员，随后转手让秘书发下一份下季度的子弹生产任务清单。当看清清单上的数字时，所有人当场傻眼。眼下国内连最基础的黄铜原材料都凑不齐，可这子弹的生产任务不仅没减，竟然还大幅增加。辽东军工委主任孙长山急得眉头扭成麻花。要知道整个龙国的铜储量全球占比连5%都不到，没有黄铜简直就是把人往死里逼。你觉得难？难道前线的战士就不难吗？赵立勤猛地一拍桌子，神情陡然冷厉到了极点。他死盯着台下，直接抛出一个无比残酷的真相：你知不知道咱们的战士在冲锋前，每人手里到底有几发子弹？6发。整个会议室瞬间陷入死寂，平均每人6发子弹。如果产量再降，那就等于是让战士们端着空枪去跟敌人肉搏。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孙长山等人依旧满脸绝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材料就是变不出子弹。正当局面彻底陷入死胡同时，赵立勤面色一沉，直接下达最后通牒：没材料那就给我死磕合格率。你们6个军工委手下上百个厂子，现在的子弹合格率平均下来只有50%到60%。赵立勤恨铁不成钢的怒斥，直接要求把合格率拔高到90%以上。谁知听到这个遥不可及的数字，全场主任犹如双打的茄子，彻底陷入绝望。孙长山委屈的五官都挤在一块，署长，您干脆一枪崩了我吧。苏雄老大哥靠着顶尖机床才勉强达到90%，咱们穷的叮当想拿什么拼？紧接着其他主任也跟着疯狂大倒苦水，大家手里全是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破旧弹壳，不仅延展性极差，加上各个工厂设备残缺不全，能保住60%已经是拿命在填。然而赵立勤作为军工署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背后的血泪交织？可眼下前线急需弹药，活人绝不能被尿憋死。他死咬着牙，直接下达没有任何退路的死命令：我只要子弹，谁要是能按期完成任务，老子给他记功升职，全军通报。谁要是完不成，提头来见。粗犷的怒吼声狠狠砸在会议室的每一个角落，根本不容反驳。众主任见状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只能唉声叹气地接下这催命的指标。就在会议刚刚落下帷幕之时，刚迈出大门的赵立勤猛然停下脚步，只见军械处的几个工作人员正死抱着一把新式枪支和一堆厚重的图纸等候多时。报告署长，这是辽东军械科刚送来的新式步枪和全套图纸。听到新式步枪4个字，赵立勤的目光瞬间被死锁住。他大步流星地走上前，一把抓过那支步枪。可就在入手的那一瞬间，一种极其强烈的震撼直冲天灵盖。无论是手感重量，还是肉眼可见的精密结构，竟然跟国内所有粗制滥造的普通枪支有着天壤之别。毫无疑问，仅从外观来看，这绝对是一把难得的好枪。赵立勤记得清清楚楚，就在前几天，辽东军工委刚汇报过新式步枪试制彻底失败。万没想到，这才过去短几天，一把崭新的样品枪竟然就摆在了众人眼前。署长赵立勤就已经迫不及待，来人，把子弹拿过来，我要亲自试射一下。紧接着警卫送来子弹，一行人火速转场靶场。军械处人员赶忙介绍，上面说这枪有效射程400米，弹匣10发。赵立勤眼中满是怀疑，400米射程，这射程倒是挺远，就是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他掂量着手里的枪，心中暗自思忖，400米有效射程，眼下国产枪械能达到这种精度和可靠性的可谓凤毛麟角，更别提这还是新设计的，只求别像上次那样刚打几发就卡壳炸膛。然而枪好不好，只有试了才知道。随后赵立勤大步迈入预定位置，准备射击。这一刻，周围
为6省主任和军械处人员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所有人的目光死死盯在那把新枪和赵立勤扣动扳机的手指上。孙长山更是屏住呼吸，手心直冒冷汗，他比任何人都害怕听到那熟悉又令人绝望的机械卡顿声。所有人都死死盼望着这把步枪千万不要卡弹。只见赵立勤熟练的上膛，瞄准，果断扣下扳机，砰砰砰，枪声清脆连贯，射击频次超乎寻常的稳定，没有一丝停顿，更没有任何异响。10发子弹瞬间激射而出，直到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完，赵立勤与身后的众人皆呆滞了数秒，现场陷入一片诡异的死寂，竟然没有卡弹，射击一切正常，流畅的简直不像是国产枪。赵立勤依旧保持着射击姿势，真切感受着枪托传来远比预想温和的后坐力，紧接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瞬间直冲天灵盖，他死死盯着手中的步枪，猛地爆出一句粗口：卧槽，好枪！作为一名老兵，枪的好坏他一上手便知，这把枪的轻盈度和稳定性绝对是上乘中的上乘，甚至比苏雄的王牌枪械还要好上一大截。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他这辈子用过最好的步枪。就在这时，远处负责抱把的警卫几乎是扯着嗓子嘶吼出声：报告署长，400米靶标，10发全中！什么？不仅没卡弹，还在400米有效射程上10发全中！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脑子嗡的一声，集体宕机。赵立勤身躯剧烈一震，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紧接着他猛地抬头死盯抱把方向，瞳孔剧烈收缩，喉咙里仿佛卡着一团火，只发出一声短促而嘶哑的呢喃：制式步枪成功了。下一秒，他低头死死盯着这把还带着硝烟味的步枪，眼神炽热的简直要将钢铁融化，这性能远远超出了他最疯狂的预期。作为东北军工署的署长，赵立勤对新式步枪的制造标准本只有一个，那就是能用就行。万万没想到，眼前这把步枪根本不仅仅是能用这么简单，这简直就是完美中的完美。哪怕是跟鹰将、毛熊几国的主力步枪相比，这性能竟然还要好上一大截。老天爷，10发全中，400米！黑省军工委主任张国强猛地推了推眼睛，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紧接着，松省军工委主任马维明一步跨上前，他看看赵立勤手里的神枪，又死死盯着远处模糊的靶标。长山，你们真他娘的造出来了！前几天你不是还说试制失败了吗？顷刻间，在场所有高级干部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部死死聚焦在孙长山身上，所有人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巨大的问号：辽东军工委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然而此时的孙长山本人却彻底石化在原地，他嘴巴微张，脑海里全在疯狂回荡那句10发全中。直到片刻之后，他脸上的茫然才瞬间被狂喜吞噬。几天前汇报失败的挫败感还历历在目，结果这把新枪直接击碎了所有的绝望。他猛地扭过头，声音都在止不住的发颤：这步枪真是我们辽东军工委送来的吗？工作人员强忍着笑意，重重的点头：孙主任，您都问第2遍了，千真万确，就是你们辽东送来的新枪。就在这时，赵立勤大步冲上前，一巴掌重重拍在他的肩膀上：长山好样的，你们辽东这次立了大功！当着5位主任的面被狠狠夸奖，孙长山的嘴角根本压不住。署长，我也没想到52军工厂办事这么利索，这才几天就把新枪鼓捣出来了。在他固有的认知里，放眼整个东北，也只有52军工厂那种上万人的超级大厂才有资格搞出这么逆天的武器。谁知话音刚落，送枪的工作人员却面色一僵：孙主任，这枪不是52军工厂送来的。孙长山笑容猛地一滞：不是52，那是哪个厂送来的？工作人员深吸一口气，吐出一个让所有人极为陌生的名字：是82军工厂送来的。此言一出，孙长山眼珠子瞬间瞪得溜圆，一旁的赵立勤更是满脸发懵，疯狂在脑海里搜索整个东北的名号：82军工厂、长山，这是你们辽东哪个厂？这实在怪不得赵立勤记不住，整个东北6省大大小小的军工厂足有数百个，像82军工厂这种仅200人的破落小厂，他要是能记住才真出了轨。此时的孙长山根本顾不上回话，他一步死死逼近工作人员：确定是82军工厂吗？会不会搞错了？孙长山太清楚82厂的底细，要设备没设备，要技术没技术，连规模都少得可怜。这样一个3无小厂能造出如此精良的步枪，这简直比太阳打西边出来还离谱。谁知工作人员无比笃定的摇头：孙主任，绝对没错，您看这随枪的技术图纸。孙长山猛地侧头一看，图纸上竟然清清楚楚盖着82军工厂试制的红章，紧接着他更是看到了厂长苏明的亲笔署名。此时的赵立勤察觉出异样：长山，82军工厂咋了？这造步枪不是好事吗？你怎么跟见了鬼似的？孙长山死死吞下一口唾沫：署长，您不知道，这个82军工厂就是之前的铁山机械厂，全厂上下只有200来人，连个像样的机床都没有，他们能造出这么精致的步枪，这根本就不真实。话音刚落，在场所有高干皆是倒吸一口凉气，200人的破厂居然造出了完美制式步枪。万万没想到，赵立勤却突然眉头一皱：铁山机械厂他有点印象了，前几日正是他亲自审核了苏明的任命书，所以印象极深。随后他猛地转头叮嘱警卫员，立刻去第5研究院把前常副院长请过来，请他务必亲自来一趟。与此同时，第5研究院一间光线明亮的土房内，鬓角染霜的老者正伏案工作。前长曾留洋高卢多年，可为了龙国，他毅然放弃国外优渥待遇，回到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此刻他正全神贯注勾勒着一挺新型机枪的雏形。就在这时，大门被人猛地敲响，年轻战士推门而入，立正敬礼：钱老，赵署长让我来找您。辽东军工委造出了一把合格的制式步枪，等着您去审核。按照规矩，东北所有新造轻武器必须经过钱老这关，审核通过才能大规模量产。可听到这话，钱长却猛地停下手中的铅笔，他依稀记得前几日辽东军工委才刚刚送来试制失败的报
报告，这才过去短短几天，他们竟然就造出合格的新枪了，一把远超苏雄和鹰将水平的顶尖步枪，竟然横空出世。钱老锁好机枪草图，披上洗发白的旧棉大衣，跟着小刘直奔东北军工总署。刚下车，署长赵立勤就递来一把步枪和一沓图纸。钱老推了推老花镜，视线紧实一扫，瞳孔瞬间放大了数倍。他仔细一打量，当场惊为天人，这把步枪工艺之精良，结构之合理，完全碾压国内现有水平。紧接着他深吸一口气，强压震动，死死盯着每一个部件，枪管的冷断质感，机匣的加工精度，这绝对是顶尖设计与精密制造的结晶。身为龙国最权威的轻武器专家，他比谁都清楚这小小一把步枪蕴含的技术意义有多恐怖。随后他迫不及待地抓起图纸观摩，越看越激动，越看越亢奋，这简直就是天才的构思。他双眼金光四射，声音都在止不住的发颤。赵署长，这枪测试结果如何？赵立勤嘴角一扬，自信无比，400米射程，10发全中，没有任何卡壳。听到这话，钱老瞬间陷入狂喜，设计工艺堪称完美。没想到52军工厂短短几天竟能造出这等神兵利器。可谁知赵立勤却尴尬地笑了笑，只好把事情原本讲了一遍。看着钱老满脸不可置信的模样，赵立勤立刻转身吩咐下属备车，火速杀向82军工厂。紧接着3辆吉普车一路狂飙，终于杀到了82军工厂门外。门外站岗的警卫正端着枪警戒，猛然间看清来人，立刻收枪敬礼。赵立勤跳下车，活动了一下筋骨，直奔主题：你们厂长在不在？马上带我们去见他。与此同时，82军工厂的试射场内正火光四射，哒哒哒，震耳欲聋的连发射击声响彻整个厂区。我的妈呀，这火力也太猛了！车间主任赵学军死死握着手里那把崭新的56式冲锋枪，眼神拉丝的恨不得亲上衣。你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你早就摸清了厂里这些老兵的底细。这赵学军抗战时期就上了战场，因为没有趁手的好枪，才留下了终身残疾。厂长，这枪为啥火力这么猛？您给俺介绍介绍呗。魏建国猛地凑到跟前，两眼直放光。然而话音未落，一名工人气喘吁吁地冲进试射场。厂长，军工总署的赵署长来了，点名要见您。听到这话，你脑筋一转，瞬间明白过来，这绝对是自己上交的那把步枪惊动了上面的大人物。紧接着，你带着赵学军和魏建国两人快步直奔办公室。谁知刚跨进门槛，身后的2个老兵就被眼前的阵仗震得暗暗啧舌。只见不大的办公室里，赵立勤和钱老等人正围坐在一起。一看到你，赵立勤急不可耐地指着桌上那把56式半自动步枪，直接步入正题：苏明同志，实话告诉你，我们这次就是冲着你这把枪来的。随后他豁然起身，指着身后的众人挨个介绍：这位是第5研究院副院长钱老，这是黑省军工委主任张国强，这是松省军工委主任马维敏。一圈名号砸下来，你在心底直呼好家伙。万万没想到，不仅是总署署长和审核专家，就连整个东北6省军工委的主任竟然全到齐了。这帮人只要凑在一起，东北军工署的所有事宜直接就能全拍板。就在这时，钱老迫不及待地站起身，一步跨到苏明面前：苏明同志，这把步枪真的是你的军工厂制造出来的？面对一众大佬的凝视，你毫不犹豫地点头。那天我去报道，看到孙主任桌上试制失败的破枪，一问才知道前线战士的步枪多达40多种，子弹口径足足13种，就因为型号不匹配导致后勤瘫痪，不少战士白白送命，所以我便有了造一把制式步枪的想法。此话一出，赵立勤与钱老猛地对视一眼，心中瞬间掀起惊涛骇浪。52军工厂耗费10个月都没啃下来的硬骨头，你带着一个破厂短短几天就造出来了，哪怕来之前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可当你亲口承认时，众人依旧觉得不可思议。震撼之余，钱老眼底迸发出一抹极度的狂热，仅靠一把试制失败的破枪，你竟然就能造出合格的制式步枪？苏明同志，你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能带我们去看看制造流程吗？面对满屋子顶级大佬的期待，苏明果断点头。他做这一切，为的就是赶在抗英战争前，将制式步枪核心技术推广全国，让每一位龙国战士都能拿上最可靠的武器。苏明转身就在前面引路，一路上，赵立勤和钱老不断打量着周围的设备。然而这厂区虽然干净，随处可见的破败景象，怎么看都不像能造出顶尖步枪的地方。紧接着，苏明边走边揭秘，他直言这把枪是在苏雄 SKS 基础上做了本土优化，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赵立勤暗自点头，他亲手试过，确实比原版强太多。谁知钱老听完，直接抛出最致命的疑问：制造工艺究竟难不难？如果工艺要求太高，根本没法在落后的龙国大面积量产。苏明微微一笑，将本土优化的工艺步骤和盘托出。起初钱老听得连连赞叹，没想到听到最后，这位技术大拿猛然察觉到了端倪。按照这个设计，关键零部件的精度要求极高。钱老眉头紧锁，死死盯住苏明：你们厂根本没有精密设备，这步枪你是怎么造出来的？要知道82厂的家底，钱老来过10几次，比谁都清楚。就在这时，苏明嘴角勾起一抹淡笑：谁说没有精密设备？我们有精密铣床啊！这话一出，钱老猛地愣住，身后的赵立勤和孙长山更是满脸茫然。82厂什么时候有过精密铣床？就在前面。苏明大步流星走进厂房，众人满腹狐疑的紧跟其后。下一秒，顺着苏明手指的方向看去，所有人就像被施了定身术一般，死死僵在当场。只见一台普鲁士 FNND 万能铣床正发出轰隆轰隆的轰鸣声，在工人的操作下，正精准切削着金属件。赵立勤和钱老拼命揉着眼睛，都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孙长山直接冲上前，声音疯狂发颤：这铣床哪来的？苏明满脸平静：孙主任，您忘了厂里不是有一台莱茵制造的坏铣床，一直在仓库吃灰吗？听到这话，钱老不可思议地围了过来。
来，眼神满是愕然。你的意思是，你把那台铣床给修好了？苏明理所当然地点点头，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彻底发懵。万万没想到，那可是普鲁士的精密设备，钱老带着全国顶尖专家修了10几次都没搞定，结果苏明才来几天，竟然不声不响硬生生给修好了，又造步枪又修机床，这简直就是神仙手段。众人死死围着那台 FNND 铣床，眼神里全是不敢置信。紧接着，钱老带着敬畏摸向冰冷的床身，我们带着几10位专家折腾了不下10几次都无功而返。他死死盯住苏明，没想到这么难啃的骨头，竟然被你给啃下来了。一旁的赵立勤更是啧啧称奇，我刚刚还纳闷，这么破败的厂子怎么造得出精密步枪？结果你把普鲁士铣床给修好了，快说说到底是怎么修的？面对众人迫切的目光，苏明表情极度平静，损坏主要在主轴箱和丝杠螺母，我先用手工修复磨损导轨，保证精度，随后拆解调整，重新配刮箱条。听完这番话，钱老越听眼睛越亮，下一秒他激动地用力一拍大腿，天才，太妙了！万万没想到还能用这种变废为宝的办法去修，思路简直绝了。要知道，在钱老心中，这台设备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全歼敌人一个集团军。精密设备最难的就是从无到有。龙国虽然缴获了大量鹰将和普鲁士的先进机床，可偏偏大部分全是坏的。没有精密设备就修不了机器，修不了机器就造不出零件，这根本就是一个死循环。然而苏明奇迹般的修好这台万能铣床，直接把这个死循环给彻底打破。这就意味着龙国终于有了生产精密备件的能力。随后那些躺在仓库里吃灰的进口机床，全都有了被修复的希望。一旦全部修复，龙国军工产能起码能暴涨5倍不止，甚至能1升2，2升3，直接构建出龙国最初的工业体系。想到这里，钱老的心脏狂跳不止。此时他猛地扯住赵立勤的衣角，声音疯狂发颤：“赵署长，有了这台万能铣床，咱东北那些损坏的进口设备就全都有救了。”听完这句话，赵立勤的眼珠子瞬间瞪得溜圆。要知道，整个东北损坏的顶尖进口机床至少有20-30台，要是全给修好，东北军工绝对要一飞冲天。接着几位主任更是激动得满面红光，谁能想到来看个步枪，竟然还能捞到这种天大的意外之喜。紧接着，赵立勤满脸狂喜的大步冲到苏明跟前：“钱老都没修好的机床，你才来几天就搞定，这可是滔天大功。”面对夸奖，苏明却连连摆手：“这机床不是我一个人修的，是全场工人的功劳。”此话一出，在场的工人们心里瞬间涌起一股暖流。谁都知道这机床全靠苏明一个人，可他偏偏要把功劳分给大伙。既然厂长这么仁义，大伙更是拼了命也要维护。就在这时，技术员魏建国猛地跨前一步：“署长，您这话说的有点离谱。我们厂长修这台机床哪需要几天？他只用了半天。”什么半天？听到这个数字，赵立勤和钱老如遭雷击，呆滞在原地一动不动。下一秒，钱老猛地扑上前，死死抓住魏建国的胳膊：“只用了半天。要知道，他可是带着最精锐的团队耗了1整年，连个门道都没摸清。结果苏明不仅修好，还只花了区半天。”巨大的落差感狂涌而来。这位龙国顶级的武器专家，此时竟然产生了一种自己是个废物的错觉。看着魏建国斩钉截铁的模样，再看看周围工人们坚定的眼神，众人齐刷刷倒吸一口凉气。这个苏明哪里是神人，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物。此时苏明扯了扯魏建国的衣角，示意他别再说。可这个举动落在赵立勤眼里，更是成了不贪功又极度谦逊的完美代表。因此苏明在众人心中的分量陡然攀升到极点。赵立勤深吸一口气，目光无比炽热：“苏明同志，我要亲自给帝都发电报，向大首长为你请功。”偏偏就在此时，一直没开口的赵学军伸出了2根手指，他憨直一笑，语出惊人：“署长，您又说错了，不是1把制式步枪，是2把，2把。”赵立勤神情猛然一怔，脑子完全转不过弯。谁知赵学军语气轻松，就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也是俺试过最好的步枪，火力比歪把子还猛。”全场瞬间死寂，众人脑海仿佛遭遇巨浪拍击。赵立勤和钱老彻底懵在原地。这才上任几天啊，修好棘手的机床，造出一把先进步枪，已经是天大的惊喜。万万没想到，这帮人竟然悄无声息地造了第2把，甚至火力还能直接压制机枪。这苏明到底是个什么怪物？足足沉默了半晌，赵立勤才从极度震撼中缓过神，他目光中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苏明同志，能带我们去看看这第2把步枪吗？”随后众人快步来到试射场，赵学军动作麻利，直接抱来一支修长且带着弧形弹匣的自动步枪。赵立勤一眼就认出那极具辨识度的轮廓，这是仿苏雄 AK47造的吧？他迫不及待地夺过枪，一寸寸仔细打量。苏明却在一旁轻描淡写地抛出更狠的真相：“确实是仿制，但我优化了导气系统和闭锁方式，整体性能比原版的 AK47还要可靠精准。”不仅如此，凑在一旁的钱老更是激动的失声惊呼：“焊接牢固，严丝合缝，这结构设计简直太完美！”就在这时，赵学军笑着上前一步：“署长，子弹都装好了，您要不要来一梭子？”赵立勤骨子里的军人热血瞬间沸腾，他果断挥手让众人散开，紧接着摆开步伐，端起枪口死死瞄准前方靶标。下一秒，手指猛然扣动扳机，哒哒哒，子弹如火龙出膛，以每秒750米的急速向着前方疯狂倾泻。伴随着弹壳落地的清脆声响，200米开外的稻草人瞬间被打成筛子。7.62毫米子弹的威力简直骇人听闻，近战击穿钢板，中距轰碎大象头骨，远距中枪非死即残。狂暴的连发节奏直接把钱老等人惊得目瞪口呆。真他娘的过瘾！赵立勤一口气打空弹匣，满脸都是对枪支的痴迷。此时他彻底信了，这把枪的火力简直碾压小鬼子的歪把子机枪。要知道，歪把子装弹
弹耗时长达10秒，还动不动就卡壳。然而苏明造的这把枪换弹仅需2、3秒，火力密度和稳定性更是呈现断崖式碾压。紧接着还没过瘾的赵立晴再次上膛，30发子弹瞬间倾泻一空，比鹰将的汤姆森冲锋枪都强。当年要是人手一把，咱们早打到海那边去了。他如获至宝般冲到苏明面前，满眼都是狂热。苏明却只是轻松一笑：“我加入了人体工程学设计，用起来自然顺手。”听到这话，赵立晴连连点头，可紧接着却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枪绝对是好枪，就是太费子弹。以当前龙国的后勤补给能力，根本供不起这种天价消耗。”谁知苏明目光如炬，直接抛出一个颠覆认知的理念：“所以我才设计2把步枪形成高低搭配，穷则战术穿插，富则火力覆盖。等国家强大，子弹绝不是问题。”赵立晴听得猛然一怔，随即爆发出爽朗的大笑。可他万万没想到，苏明竟然再次开口：“署长，这把枪还有一个惊喜。”他直接转头看向赵学军：“老赵，露一手。”赵学军立刻心领神会，大步上前接过那把步枪。下一秒，极其骇人的一幕发生了，他竟然将这把完美的神枪狠狠砸向地面，甚至直接跳上去疯狂踩踏。“你干什么？”赵立晴吓得魂飞魄散，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拽住赵学军：“这么好的宝贝，你怎么敢这么糟蹋？”赵立晴眼珠子发红，心痛的疯狂滴血。全国都造不出的神枪，这家伙竟然敢又摔又踩。然而没等他发火，苏明却一把拉住他的衣袖：“署长别急，这只是在测试稳定性。”紧接着，他直接给了赵学军一个眼神。万万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更加骇人听闻。赵学军竟捡起沾满泥土的步枪，径直走到水缸前，扑通一声丢了进去。卧槽！赵立晴和钱老等人的眼睛瞬间瞪得比铜铃还大。枪支进沙子还能清理，可进了水那就意味着彻底报废。赵立晴急得直跺脚，声音更是彻底变了调。偏偏苏明依旧云淡风轻，甚至示意赵学军把湿漉漉的步枪直接捞出来。随后赵学军重新装满弹匣，一把递回赵立晴面前：“这进了水的枪绝对不能打，要是炸膛，老子这条命都要搭进去。”就在此时，苏明竟二话不说，一把抢过步枪，他毫不犹豫地对准靶标，猛然扣动扳机，哒哒哒，狂暴的枪声瞬间撕裂空气。这一秒，所有人的心脏猛地停止跳动，脸色更是煞白到了极点。要知道，苏明可是国宝级的科研天才，要是枪管炸膛伤到了他，整个龙国的损失根本无法估量。赵立晴简直恨不得此刻开枪的是他自己，哪怕自己受伤，也绝不能让苏明掉半根头发。千钧一发之际，一梭子子弹已经疯狂倾泻完毕，枪口硝烟弥漫，步枪完好无损，苏明更是安然无恙。然而当他的视线再次落在手里那把步枪上时，整个大脑瞬间宕机。他猛地抬起头，嘴巴张得老大，脸上写满了极度的惊悚与骇然。一把刚从水缸里捞出来的步枪，居然连一发卡壳都没有。他死死握着枪身，简直像大白天活见了鬼。卧槽，这枪进水了，居然一点事都没有。就在这时，辽东军工委主任孙长山激动地破了音。刚才众人只顾着苏明的安危，却完全把步枪进水还能射击这件离谱事给抛在了脑后。经赵立晴一提醒，所有人瞬间如梦初醒，大家齐刷刷围了上去，死死盯着那把湿漉漉的步枪，满脸不可思议：“神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进水以后还正常射击的步枪。”孙长山双眼瞪得溜圆，一旁的钱老更是惊奇不已，他拿起步枪左看右看，愣是没看出其中的门道。苏明，这比苏雄的 AK-47还要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实际上众人根本不知道，在这个时期，大名鼎鼎的 AK-47还只是个未完全定型的婴儿版，而苏明造出的这把56冲绝对是跨越时代的超人版。这种完全颠覆固有认知的神兵利器，称其为当今世界第一冲锋枪都不为过。面对众人震撼的目光，苏明嘴角勾起一抹淡笑：“署长，钱老，我设计这把步枪的时候，并不追求所谓的防水。”此话一出，众人面面相觑，完全摸不着头脑。紧接着，苏明抛出了一个惊人的概念：“我追求的目标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这把枪依然能开火。”他深吸一口气，目光瞬间变得锐利。战场上不仅有水，还有沼泽、雪地、泥潭，若是枪支无法适应恶劣环境，不知道会有多少战士白白牺牲。因此，我要造的是一把进水、进沙、进雪都能射击的完美步枪。钱老听得双眼放光，连连惊叹。然而赵立晴对这番技术理论听得云里雾里，偏偏一把抓住了最致命的核心。他猛地瞪大眼睛，死死盯住苏明：“苏明同志，你的意思是，哪怕遇到再恶劣的环境，这枪也能正常射击，对吧？”苏明郑重点头，得到这个肯定的答复，赵立晴心中瞬间掀起惊涛骇浪。作为一名历经百战的老军人，他比谁都清楚这份稳定性意味着什么。在未来的特殊战场上，这把能防水防泥沙的枪，甚至能帮百万解放军逆天改命。众所周知，解放军最擅长奔袭穿插和隐蔽伏击，要是战士们埋伏在泥沼或者河水里，枪械一旦进水卡壳，后果不堪设想，不知会有多少热血男儿白白牺牲。可现在，这把防水步枪让一切绝境迎刃而解。在场的军工委主任们激动的眼眶泛红。之前求着苏雄买图纸，人家那看不起人的嘴脸我能记一辈子。现在咱们造出了比洋人更猛的步枪，真他娘的解气！就在众人开怀大笑、疯狂庆祝之时，偏偏黑省军工委主任张国强察觉到了异样，他猛然低头捡起一枚弹壳，眉头瞬间拧成一个疙瘩。署长，钱老，这弹壳材质不对。赵立晴和钱老立刻凑上前去，正常的子弹内外全都是黄铜色，然而这枚弹壳的内壁竟然是灰白色，这绝对不是纯铜材质。没等苏明开口，技术员魏建国便得意洋洋地扬起下巴：“各位首长，
这是俺们厂长用新工艺造的副铜钢子弹。众人听罢瞬间僵在原地。黄铜子弹可是国际惯例，西方列强全都在用纯铜，往黄铜里加钢这种搞法，钱老简直闻所未闻。紧接着，苏明的一番话更是直接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这批子弹以钢材为主，表面只附了一层黄铜，新工艺不仅能节省90%的黄铜，甚至能让穿透力暴增30%。此言一出，现场所有人的下巴都快惊掉了。节省90%的黄铜，还能增加30%的威力，万万没想到世上会有这种逆天的好事。要知道，赵立勤等人来兵工厂之前，还在为全国黄铜极度短缺而发愁。苏雄确实愿意给黄铜，可条件竟然是拿旅达党的驻兵权来换，这恶毒的要求简直跟卖国毫无区别。若是苏明说的是真的，龙国的燃眉之急将彻底化解。可是用钢材代替黄铜，听起来实在太像偷工减料。这种诡异的子弹真的能上战场杀敌吗？赵立勤疑云丛生，死死盯着眼前的年轻人。苏明同志，这副铜钢技术造的子弹，穿透力真能增加30%吗？赵立勤死死盯着他，别说增加3成，就算只有纯铜子弹9成的威力，他也谢天谢地。苏明嘴角微扬，直接领着众人大步走向试射靶场。各位首长，这些人形靶标是用多层纱木板特制的，每间隔10厘米叠放3到5层，专门用来评估穿透力。众人顺势望去，紧接着纷纷瞪大双眼，远处的木质靶标早就被打成了708碎的木块。赵立勤猛地捡起一块残破的纱木板，只见木板表面早已被轻松贯穿，密密麻麻全是弹孔。他双手剧烈颤抖，连汗毛都倒竖起来。这下赵立勤彻底放下心来，这子弹的意义绝对不亚于那2把制式步枪，毕竟造出再好的枪，若是没有子弹也是一堆废铁。想到这里，他激动得恨不得当场给苏明磕2个头。万万没想到，积压在心头最绝望的子弹难题，居然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82厂彻底摆平。他再也绷不住平日里的稳重形象，快步冲上前，死死按住苏明的肩膀。苏明同志，你可真是个及时雨啊！来之前我因为黄铜短缺，愁得恨不得给自己2枪，现在可好，真是穿着破鞋找不到，得到一点不费功夫。赵立勤亢奋到了极点，双眼直放光，你简直是神人中的神人，不仅造出2把制式步枪，修好普鲁士机床，甚至还搞出了副铜钢子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啥也不说了。话音刚落，赵立勤猛然后退半步，他面色瞬间变得无比庄重，朝着苏明敬了一个标准至极的军礼。就在这时，更震撼的一幕出现，他身后的钱老以及6位来自各大军区的军工委主任竟然没有半分迟疑，7位军工领域举足轻重的泰斗齐刷刷后退半步，他们仰望着年轻的厂长，动作整齐划一，同时行下最崇高的军礼。刹那间，魏建国和赵学军等所有工人彻底呆若木鸡。东北总署署长、6大省主任，还有第5研究院的钱老，这些平时只能在文件里看到的大人物，竟然全都在向自家厂长敬礼。全龙国打着灯笼也找不出第2个这妖牛的厂长。一股滚烫的热血瞬间直冲所有工人的脑门，他们不约而同地挺起胸膛，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耀感在整个车间疯狂蔓延。被一排首长郑重敬礼，苏明猛地绷直身体，他脚跟并拢，神情庄重地反手回敬一个标准军礼。各位首长，这里太重，我可不敢当。他没有丝毫居功自傲，而是顺势指向身后，这是82厂全体工人的功劳，我受之有愧。实际上，他心里真正发虚的原因是，这些逆天技术全靠系统从后世兑换，根本不是他一个人的本事。然而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落在赵立勤耳朵里，那是越看越顺眼。这位军工署长当即大喝，说得好，我确实该向你们所有人致谢。紧接着他猛然转身，面朝车间里那些满脸沧桑的普通工人，深吸一口气，赵立勤右手猛地抬起，我代表前线将士，谢谢大家。紧接着一个庄严的军礼直接砸向全场。与此同时，身后的钱老和6位主任有样学样，齐刷刷地朝着全场工人敬礼致意。此时此刻，魏建国和赵学军等人彻底麻木，他们不过是连组长表扬都能乐半天的最底层工人，几时见过这种全员大佬弯腰行礼的阵仗？有人狠掐大腿，疼得直抽冷气，才敢相信这不是梦。光宗耀祖，绝对的光宗耀祖！一时间，狂喜与自豪冲破胸腔，但紧接着，所有工人的目光全都不约而同地投向最前方的苏明。大家心知肚明，没有苏厂长，他们这辈子连首长的面都见不着。这一秒，苏明的背影在他们眼里简直在发光。首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魏建国眼眶通红，猛地踏前一步，回敬一个无比标准的军礼。下一秒，全场工人如梦初醒，数百人齐刷刷挺直腰杆，高呼声瞬间汇成钢铁洪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望着这一幕，赵立勤欣慰点头，内心更是掀起滔天巨浪。这次视察简直赚翻天，困扰军工总署多时的死局，竟被这个年轻人接二连三全盘掀翻。先是万人大厂耗时10个月搞不定的制式步枪，苏明一出手，精度直接碾压苏雄 SKS。本以为这就够逆天，谁知那连开胃菜都算不上。紧接着，钱老带着几十位专家干瞪眼的普鲁士精密铣床，人家顺手修好不说，还当场搓出一把火力完爆歪把子的突击步枪。事情到这份上已经离谱到家，结果连卡脖子的副铜钢子弹都被他轻描淡写搞了出来。然而最可怕的是，这3大颠覆常识的顶尖技术，全都是苏明上任不到10天内搞出来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赵立勤也不敢相信。哪怕
怕是苏雄和鹰将那样的超级大国，举国之力也绝不可能在10天内取得这种逆天突破，这简直连小说都不敢这么编。此时，一股畅快淋漓的轻松感涌遍赵立晴全身，压在他肩上的万钧巨石终于彻底卸下。然而与沉浸在狂喜中的赵立晴完全不同，一旁的钱老眼神依旧冷静锐利。身为第5研究院副院长，他深知技术落地的致命关键。富铜钢固然能省下90%黄铜，但生产工艺绝对是个大难题。考虑到龙国当前极其薄弱的工业基础，子弹合格率能不能达标，生产效率能不能顶住前线海量消耗，全都是未知数。紧接着他上前一步，语气中带着学者特有的探究：“苏明同志，这项技术毋庸置疑，但不知道普及难度高不高，能不能带我们去实地看看制作流程？”一听这话，站在原地傻笑的赵立晴猛然反应过来，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对，光顾着高兴，险些把正事忘干净。毕竟大家都见识过富铜钢子弹的穿透力，只要制造门槛够低，就能立刻进行全军推广。”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平和的弧度，直接指向身后。两位首长尽管把心放回肚子里，难度虽然有，但完全可以大规模量产。随后他在前方带路，赵立晴与钱老等人紧跟其后。82厂虽然占地极大，却因为人员凋零显得有些破败。直到一行人穿过厂区，才终于来到相对热闹的子弹生产线。放眼望去，这里的设备虽带着旧时代烙印，却被打理得一尘不染。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座经过苏明亲手改造的锻造炉，它正轰鸣运转，不断向外喷吐着灼人热浪。苏明站定在核心锻造区，指着面前的冲压设备：“诸位首长，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富铜钢的生产工艺。”话音刚落，他转头给赵学军使了个眼色。赵学军心领神会，大步走到锻造炉前，将各种原材料依次投入。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直接颠覆了在场所有专家的认知。整个富铜过程在特制冲压设备中一气呵成，伴随着刺耳的淬火声，一枚枚呈现出黄铜包钢双色光泽的子弹毛坯，在热浪中迅速冷却定型。赵立晴与钱老等人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这工序竟然如此简单，简直就是用刚才造完子弹再附上一层黄铜合金，居然这就搞定！我还以为这技术得有多复杂，万万没想到速度能这么快。众人忍不住高声惊呼，神色从茫然瞬间转化为彻底的狂喜。谁能想到卡住全国军工的富铜钢制造工序竟然如此行云流水？此时钱老根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忙不迭地冲到锻造炉旁，侧着脑袋往里一探究竟。可就是这一眼，钱老差点把下巴直接惊砸在地上。炉体内部那精密的控温装置，以及为连续热压富铜特制的模具，炉体内部处处透着前所未见的绝妙构思。钱老指着炉膛颤抖出声：“这导流和保温层简直绝妙，还有这热风循环系统，怎么可能如此高效均匀地维持高温？”紧接着他绕着炉子大步转动半圈，越看越是心惊肉跳。这种颠覆性的精妙构造，哪怕是他当年在高卢国留学时也闻所未闻。他猛然抬头死死盯住苏明：“这难道也是你亲手打造？”苏明微微点头，这种新式结构能大幅提高刚才刚锻造出的富铜钢子弹，合格率高达92%以上。此话一出，全场死寂。赵立晴和钱老等人当场如遭雷击，嘴角止不住的疯狂抽搐。要知道，东北6省可是龙国最先进的工业重地，在这个时代承担着全国80%以上的工业产出。可即便如此，军工署的子弹合格率也只有50%左右，就算是最顶尖的先进工厂，撑死也只能勉强达到70%。结果在这个仅有200人的破败军工厂里，合格率竟然飙升到了92%。赵立晴僵硬在原地，看向苏明的眼神里甚至带上深深敬畏。92%，苏明同志，你没开玩笑吧？苏明淡然一笑，军工重任我怎敢儿戏？紧接着他抛出一个更恐怖的数据，其实92%我还说保守些，主要是工人们刚刚接触新工艺，等日后熟练度提上来，理论合格率能逼近99%。这句话如同惊天巨浪，瞬间掀翻所有人的认知。99%的极限数据，简直让人窒息。在场众人连连倒吸凉气，心脏如同肋骨般狂跳不止。这绝对是颠覆常识的逆天奇迹。毕竟放眼全球，即便是底蕴深厚的毛熊国，合格率也只能维持在90%。哪怕是技术最顶尖的鹰将，综合数据也绝对跨不过95%的门槛。这两个拥有碾压级技术的超级大国都望尘莫及的巅峰，竟然被苏明硬生生踩在脚下。赵立晴和钱老骇然到极点，全场陷入震撼的集体噤声。直到这一刻，他们才猛然惊醒，苏明展现的绝不仅仅是造子弹这么简单，这套工艺背后蕴含的顶尖冶炼技术，对如今科技全面落后的龙国而言，意义根本无法估量。一旦这项技术全面普及，整个国家的金属冶炼必将迎来质的飞跃，钢铁质量与产量势必直线飙升。想到这宏伟蓝图，赵立晴与其他主任的嘴角疯狂上扬，那压抑不住的极致狂喜，险些当场化作放声狂笑，简直难以置信。连冶炼技术你都懂？钱老眼底全是对苏明的敬佩。谁能想到，困扰龙国的技术难题，竟被眼前这个年轻人轻描淡写的化解。苏明语气谦虚：“大学书读得杂，瞎猫碰上死耗子。”听闻此言，钱老沧桑的脸上写满欣慰，他声音发颤，转头望向赵立晴：“赵署长，咱们龙国要是多几个苏明，赶英超英指日可待。”紧接着，赵立晴笑得合不拢嘴，重重拍下苏明的肩膀：“没错，龙国的未来还得靠你们年轻人挑大梁。”此时，他环视一周，目光灼灼：“前面不是还有厂房？快带我们去开开眼。”随后，苏明笑着引路，带着众人来到生产车间。他指着前方一排排整齐的手动复装压机：“为了提高效率，我专门制造这些简易设备。相比之前的纯人工模式，这条生产线效率至少提升80%。多少？”赵立晴和几位主任异口同声，眼珠子瞪得溜圆。
仅加几个压机，产量竟然能提高80%，他们难以置信地围上前，仔细摩挲着压机，仿佛在看稀世珍宝。谁知苏明笃定地点头，目光扫过一张张震惊的面孔。无论什么生产，核心必定是标准化和制度化。他声音沉稳，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不仅性能更稳定，生产成本更是只有纯黄铜子弹的20%不到。要知道，建国初期一颗纯黄铜子弹能换10斤小米。听到这个惊人数字，赵立勤两眼直放金光。照你这么说，要是全面推广，那咱们军队就再也不缺子弹。是的，苏明诚恳地点头。这下赵立勤的心脏扑通狂跳。就在几小时前，他还为缺少黄铜焦头烂额，结果转眼间，一切稀缺难题竟全被苏明迎刃而解，更是直接拉升生产效率和合格率。要知道，龙国战士打了10几年仗，手里就从来没富裕过。每次作战，士兵平均分到手的子弹不超过8发，如果能分到10发，做梦都能笑醒。一旦将副铜钢技术全面推广，发到战士手中的子弹将彻底不限量，那得少流多少冤枉血，少死多少战士。想到龙国部队的战斗力即将大幅增加，啪！赵立勤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疼，这不是梦。他激动得直拍大腿，一想到未来子弹不限量，疯狂火力压制的震撼场景，他整个人心潮澎湃。与此同时，一旁的钱老却凝神沉思，他的心思全落在了标准化这3个字上。要知道，龙国一直照搬老大哥粗犷的工业模式，导致设备根本无法规模量产。结果现在，苏明的话无异于推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不仅点醒众人，更让钱老暗自惊叹，眼前这个年轻人简直是个绝世宝藏。此时此刻，所有人都难掩激动。谁敢想，短短不到10天时间，2把制式步枪、修好的普鲁士铣床、副铜钢技术，再加上锻造炉和标准化流水线，东北军工署的几大死局，竟然被苏明一个人全盘盘活。随后，赵立勤面色一肃，死死盯着6省军工委主任，回去立刻把新技术全面推广，组织人员来82厂统一学习，绝不能马虎。6人齐声大吼：“是！”紧接着，赵立勤转头看向钱老：“钱老，如果把这些技术推广全国，有没有困难？”钱老沉思片刻，恳切回应：“子弹和锻造炉毫无难度，唯独步枪的量产可能得推迟到明年年初。”明年年初，这也太慢了。一旁的苏明猛地凑上前，眼中满是诧异。要知道，抗英战争马上就要打响，到时候再换装根本来不及。万万没想到，竟然卡在了时间节点上。他眉头紧锁，立刻追问：“钱老，图纸我都有，其他厂照着生产还能有什么困难？”偏偏此时，钱老无奈叹息：“图纸确实详尽，可生产制式步枪需要极高精度的铣床。原来，即使靠着修好的普鲁士设备，将其他遗留机床修复，也只能勉强凑出20多台。然而，龙国还要造火炮和机枪，根本不可能将设备全用来造步枪。因此，要想大规模换装，必须等龙国自主突破高精度铣床技术。偏偏龙国工业底子太薄，哪怕钱老亲自带队逆向研发，也至少需要整整半年时间。”听到这里，万万没想到，苏明紧皱的眉头居然瞬间舒展，搞了半天，原来只是卡在铣床量产的困难上。早说啊，这玩意他早就从系统里提取了整套 FNND 铣床技术，连核心元器件的图纸都画得清清楚楚，就等着上交。紧接着，他转头望向魏建国：“大哥，去把我屋里那3个小柜子全抱过来。”“好嘞，厂长。”此时的魏建国早就对苏明佩服得五体投地，二话不说，直接狂奔向办公室。一旁的钱老满脸错愕：“苏明，你这是干什么？”苏明淡然一笑：“钱老，我这人闲不住，平时瞎琢磨这铣床技术，顺手画了点图纸，您给把关。”偏偏这句话直接把钱老听懵了。虽说修好了普鲁士铣床，可修机器和造机器根本就是2码事，会修不等于会造，那难度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过多久，魏建国就抱着3个大纸箱子冲了回来，赵立勤和孙行山等人齐刷刷围上前。钱老迫不及待地掀开纸箱，抽出图纸定睛一看，谁知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双腿猛地一软，差点当场栽倒在地。只见图纸上密密麻麻，不仅有整个铣床的制造过程和构造详解，竟然连核心元器件的生产设备图纸都记录得毫厘不差。我的老天！钱老激动的双手狂颤，头皮阵阵发麻，他强忍住狂跳的心脏，接连打开另外2个箱子。然而越看越是心惊肉跳，图纸的详细程度简直令人发指，根本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苏明短短10天内搞出来的成果。要知道 FNND 铣床可是世界第一梯队的精密设备，就算是老大哥苏雄国，直到2战结束都没能自主研发出来，全靠抢普鲁士的现成图纸。而现在这份堪称国宝中的国宝，就这么水灵灵的摆在眼前，这可是工业母鸡。毫不夸张地说，有了高精度铣床，龙国的基础设备领域必将迎来大爆发，所有高精尖武器都不在话下。苏雄国举国之力都没弄出来的东西，竟然被苏明一个人10天搞定，逆天，简直离谱到家。此时此刻，钱老在看向苏明的眼神彻底变了，在这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眼里，眼前的年轻人简直如同降世神明，浑身上下都在发光。2把制式步枪、副铜钢全套技术，再加上这套全套铣床图纸，绝对是上天派来拯救龙国军工的真神。随后，钱老缓缓放下那价值连城的手稿，颤颤巍巍地走到苏明跟前，猛地站直身子：“苏明同志，或许我老钱还不够格，但我今天必须要代表龙国军工业向你表达最崇高的敬意。”